大家好，这篇呢就是 Burnaby Lake 啊。我今天呢从 Edmonds 这边骑车过来，前方呢就是应该是个公园，但是我刚刚呢就是骑过这条铁道啊，我是从前边那边骑过来的。你看，这就是一条铁道，还亮着红灯啊。那我刚刚呢也看到这个铁路上啊有那种运货的火车经过，开得非常的慢啊。好，现在呢我就准备去到这个Burnaby Lake公园里面去转转。以前呢这边曾经是来过的，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停车场没有像现在那么铺的平整啊，就纯粹就是一条土路，大家随便停。现在呢应该也做了一些改善了。好像也有一个服务中心式的地方，洗手间什么之类的。这个服务中心10点到4点钟开门。这个洗手间，但是呢，它写的是不让骑行的。不让骑行，而且这边还有牌子，有熊出没啊，大家要警惕。那我就推着车稍微走一段吧。这是一条步行道啊。推着车走一走，看能不能到湖边去观望一下，欣赏一下Burnaby Lake的湖景。所以这边的人跟我讲啊，就Burnaby这个城市呢，是绿化面积最大，这种仿佛这个城市就建在森林之中，生活在这边居民呢，完全就跟自然融合，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地方。你看啊，看我们现在哪呢？哦，我们在这呢，到底给往哪走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随便走走吧。但是这个湖看上去还是蛮大的哦。如果我都要走路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现实啊。先走一走再说吧。真的就是仿佛在原始森林里面一样啊。
上次我在 Deer Lake 那边呢，环湖啊走过一圈。像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树根吗？吱吱喳喳的，这是一个根，围成那堵墙一样的。Hello。但是看来这里老百姓真的脚劲很好，围着这个湖应该走了一圈回来了吧。前方呢就是铁路的铁轨了啊，就这个铁路呢就是这么建在一个湖边的，边上就有很多工厂的厂房等等啊。我才走了这么一点而已，差太远了。刚刚我看了一下图啊，就感觉还远着呢，但我又不愿意违反这边的规则啊，骑车而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还是走回头再做打算吧，看看哪个地方可以走到湖边去张望一下就好，等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再找个机会专门来走一走啊。入乡随俗啊，虽然像这样的行人道上是没有人的，骑个车呢应该不会打扰谁，但是规定就是规定啊，既然看到了这些标志呢，我们就不要去挑战了。但也不错，推着车呢走了一段，在这个原始森林一样的树林当中行走一下，等于是洗了一个森林浴，我觉得应该是有益于身体的吧。你看啊，这个马路边上的各种植物啊，虽然天气很冷啊，但是有些叶子还是顽强的绿着。但是呢，
有很多的这些大树啊都枯了，东倒西歪。就在这种大自然面前啊，谁都平等，但是呢，看谁的生命力旺盛，就完全是一种丛林法则啊。不仅是动物，这些植物界也是如此。但有些树呢，就像那天在那个多伦多博物馆里头看到的1800年，因为它这个树的年轮呢，就说明这个树已经是有1800年的历史了。那这个比很多生物都不知道要长寿多少倍了。但是呢，像那些小草，像那种普通的小树啊，应该坚持不了很多年，它可能就被大自然慢慢的就淹没掉啊，最后就枯老而死。但是呢，到了第2年，它们的种子又会发芽，又会呈现欣欣相融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但愿这条小路啊是可以通向湖边，我们到湖边去看一看。在 Burnaby Lake 这个公园啊，已经走了一阵子了，湖水还没见着呢。哦，这应该是个观望台呀。哎，这个也不错啊。观望台应该也可以看湖的地方吧。但是这个湖里好像基本上没什么水。这是一个观景台啊。哦，其实湖在那头呢，从那边可以去到更靠湖的地方啊。等一会儿我去看看。我们先到这个台上去观望一下啊，既然来了嘛。这边有成群的鸟儿在飞翔，那边呢应该就是梅池汤吗？现在呢，我来到了一个观景台上。哦，那边有很多的野鸟啊，很多的这种飞禽，相信不少是候鸟啊，在这个湖里嬉戏玩耍。但应该呢，这个湖水啊，可能是一个枯水期吧。你看，都见底了。哦，这边望过去景色非常好嘞，非常的开阔，原生态的一片湖区。我们先四周看一看。下面呢就是我刚刚来的这条路啊，推着车过来的。前方呢也有一片高楼的楼群，但我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就我感觉，这个景色还是很美的，所以走到这个里面来还是对的啊。你看，天上有一群的鸟儿在飞翔。今天呢，算不上一个大晴天啊，但是还是从那些云层之间呢看到蓝天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戴着头盔啊，骑行，就是要戴这个头盔的。那我现在呢，身后就是 Burnaby Lake， 就 Burnaby 的另外一个湖啊，跟 Deer Lake 应该是齐名的一个湿地公园吧。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湖，我感觉啊，它比这个迪尔雷克应该还要再大一些，面积应该大一些。那这个湖的后面呢，全部都是原始的森林的状态啊。在这边呢还不错，做了一个平台，让大家呢可以站在高处来看看远处的城市的景观，还有呢就是近处的这个湖水啊。今天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，所以这个湖水显得很安静。只不过呢，这个湖应该是一个枯水期，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长期就这样子的，就是一片湿地啊，有很多的河床已经裸露在外面。但是有很多的大雁，还有很多各种鸟儿，在这个湖边啊觅食休息，非常美好的自然的景观。这个就是加拿大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楼，推着我的单车，再到更清水地方去走走。像这样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啊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啊。如果你喜欢它、适应它、利用它，对你的身心健康是非常的有用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从中国来的这些同胞们，他们对这样的环境以前没有什么感知，但现在的话呢，来了这边也有很多人未必会经常到这种地方来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些宣传栏吧，就是让大家要保护好这个环境这些东西。你看啊，这边有很多的这种鸳鸯一样的鸟。哦，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野鸭，很漂亮，你看到没有？它们都飞起来了。哇，这个景色超美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今天遵守这边的规矩啊，在没有人的这些步行道上啊，照样是推着车走。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。一个呢，就是尊重人家的规定啊；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走走也挺好的。
我们来看看这个小河里面的那些鸳鸯们，应该叫野鸭吧。哇，一群一群的啊，这个非常棒。而且这个地方呢，也有这样的一个凳子可以坐。我看看能不能在这边稍作休息啊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伯纳比 Lake 这个公园，应该是个湿地公园，非常的原生态。我刚刚已经走了一圈了啊。就这个地方的环境呢，就是原汁原味的大自然。然后呢，现在我来到了靠近湖边的一处更清水的地方啊。我身后呢就有很多的野鸭啊，在我边上。这边呢也有一些凳子啊，虽然这个凳子有点湿，我稍稍的坐一会儿，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，我觉得特别优美。这个地方呢，它主要是给人家徒步啊、跑步，就是你的单车呢是不让骑的，当然这靠自觉啊。当然像这边来了一位啊，带着相机的，开着这个自己的一个电动车，我相信呢他可能是腿脚不方便的人啊。那这种呢是例外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在这边呢就是坐一坐啊。这位女士呢在我身边，看她带了一个很专业的单反相机啊，在拍那些野鸭，这也是一种兴趣爱好，挺好的。应该是他的儿子陪着一起来的。好，我们到里面再去走一走。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边拍这些野鸟、野鸭，近距离的在那边观察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挺美的。走在这个木栈道上啊，下面呢就是一片水域，这里面最多的就是那种鸭子、野鸭子。你看它的脑袋很多是绿色的，但是也有很多呢，它没有颜色，就是那种灰灰的。我不知道这种颜色的是雌性的呢，还是那种没有颜色雌性的，搞不清了。哦，它在叫，呼唤同伴吧。天上呢也有鸟在飞，前方呢还有很多更大只的大雁啊。看来今天是来对地方了啊！真的，这种景象好少有的。就这些栈道，我就觉得啊，就是更清水的地方呢，就是给那些摄影爱好者准备的。你看，大家都是长枪短炮。看看，掉回头，我们来看看这一片被摄影师们盯着的这个湖里的那些野鸭们。那边还有很多海鸥呢。你看这个海鸥也很大啊，应该它那个大只应该比那个鸭子看起来还大。
当然更大的呢就是那些大雁了。现在太阳从云层里面钻了出来啊，非常温暖的时光。这边也是一片湖区，但这边就是我刚刚看下来啊，像一片沼泽地了，就有很多的这个河床都露了出来啊。但是呢，那个河底的很多的一些生物，可能就是这些野鸟们的美餐了。哦，这边有很多站在水里的海鸥，应该是啊。你看有些鸟啊更好看啊，你看这像野鸭一样的这种鸟，这个就是应该是鸳鸯一样了。你看它的红眼睛，哦，这个头上好像戴了一个盔甲一样的，特别漂亮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有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栈道上坐着，在拿着相机啊，等候着最好的镜头。刚刚那位女士，她应该是个残疾人士，她是开着一个小的电动车来的。后面年轻点的，我的理解应该是她的小孩，陪着她的母亲啊。但是她的母亲手里拿了一个很大的单反相机，所以虽然身有残疾啊，但是呢，大家这种乐趣还是保持着，这个我觉得很好，对生活的一种热爱，非常好的态度。就这个地方真的有点让人流连忘返啊，就不愿意离开。虽然站着呢，久了也不知道能做啥。那我们就再静静的看一会儿吧。你看像那种大海鸥啊，我觉得它的那个喙啊特别尖啊。刚才这个一扎进去就抓到了，不知道是鱼呢还是水里的什么其他的生物啊。就他们在这边真的是每天都可以饱餐，所以应该是特别满足的状态啊。你看一群群的鸥鸟飞过来飞过去啊。个头大的生物呢就单独行动，但是那些比较弱小的呢就抱团取暖。生物界大概就这样子了。就人虽然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对应于大自然的这种雄伟啊，所以人呢也是有社会性的，分工合作啊。就在这么一个集体当中呢，肯定有些屈辱，或者你要屈从于某种权利、某种架构、某种规则，就你也要按照一种分工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做不好呢还要受罚。你要有异想天开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很糟糕，你可能会受到很多的这些群体的对待攻击啊。我不知道这个自然界应该也差不多吧，
这个就是丛林法则，人也跑不掉的，只不过呢，人有更精细的分工而已。前段时间看到爱因斯坦的晚年的一些感悟，就说这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，他是站在人类的最前沿，看到的东西呢极为深邃，就是透过这些科学的迷雾看到的这种文明之光。但是呢，到了晚年以后，他自己感觉他毫无成就，因为对于这种可以观察到、推测到亿万光年之外的这种世界啊，他就非常的困惑和迷惑，就感觉其实人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啊。那以前我们也听说过啊，像另外一个大科学家牛顿，发明了很多物理的定律啊，但是到了晚年呢，还是回到上帝的身边。其实这是人可能要持续探索下去的，就是人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，到底是属于什么，即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搞不清楚。所以说呢，即便是伟大的人物、伟大的科学家啊，那么聪明绝顶的人呢，他到了最后，他也是非常的困惑。其实呢，有些网友啊就留言说，想那么多没用的干啥？人生不过100来年，活得长的才能活到100年，活到100岁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最终呢，追求的就是你活着，幸福的活着，开心的活着，而不要像那些即便是伟大的科学家，到了晚年一片茫然，完全失去了人生的趣味啊。要相信人类呢，经过一代又一代，再过千百年、千万年，他总能找到答案啊。就我们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为了什么而活着，这些世纪之问都不是世纪之问了，亿万年之问，将来有可能总有一天会被人类解答出来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在这个伯纳比雷克，应该是推着车走了一大圈啊，当然肯定没有走完，因为实在太大了这个湖，而且因为这边的标示呢写的是不让骑行的，那我们也就遵守这边的规则，推着车呢走了一段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刚刚去到了湖边，近距离的观察这些野鸟。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呢，确确实实长枪短炮。并看到一位老太太，在她的孩子家人的陪伴底下，坐着电动轮椅车，照样呢拿着她的一个很专业的相机，在那里拍摄这些野鸟。我觉得每天生活就是让自己开心愉悦，做自己能力所及，不妨碍别人，最好呢也能造福别人的一些事，或者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愉悦开心的事呢，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。
那些复杂的问题，让那些头脑好的人啊、聪明人去思考就好。就他们也想不明白那些事，你让普通人去想，那真是想破脑瓜也是没有用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今天在Burnaby Lake 这边骑行啊，不是骑行啊，行走，就一些小小的感悟。那在这边呢，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。我们结束在这个湿地公园的行走慢聊。我就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火车应该是来了啊。当然我现在应该是完全是够时间可以跨过这个铁路的，我们还是先跨过铁路再说吧。但它这个栏杆也不放下来啊，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哦，放下来了。那我们在这边也观察一下，看一看这个火车啊从那边过去的样子。以这个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一段的视频。它现在呢就放下来了，又是一个货车。当然它开得非常的慢啊，跟走路差不多。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火车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印象当中那种很老的这种火车。就不等它了啊，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长了，一列火车。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，拜拜。